嗨，我是哈利。今天呢，想和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几个我最近常用的办公好物。虽然标题写着移动办公啊，但这几款产品在办公室或者家里使用呢，也是非常不错的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。我平时搬砖啊，主要使用的是21款的 MacBook Pro。Mac 虽然功能强大，但连接有线外设配件主要还是依靠 Type-C 接口。以前呢，我都会随身携带带线的扩展物啊，但每次使用时啊，都需要插拔，在频繁移动的场合呢，还是比较麻烦。而 Satechi 的 USB-C Pro 7和2扩展物的直插式设计啊，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。小巧简洁的设计，在插上电脑之后呢，也可以直接放入背包内，平时携带时啊，也无需取下，非常方便。我手里的这款 Pro Max 扩展物啊，有着极其丰富的接口选择，其中包括一个全功能 USB 4口，一个 USB-A 口，一个 USB-C 数据口，一个 4K 60Hz 的 HDMI 接口，一个千兆网口，一组 SD、microSD 卡槽，以及一个 3.5 毫米的音频插孔。这个全功能 USB 4口啊，除了能够传输高达40Gbps 的数据以外呢，还能够支持96瓦的充电功率。除此之外，单独使用 USB 4口作为视频输出口时，能够支持最高 6K 60Hz 的显示，而搭配 HDMI 使用时啊，也能够输出双屏 4K 60Hz 的画面，不论是办公还是日常使用啊，都游刃有余。作为苹果御用外设品牌 Satechi 的产品不仅颜值极高，并且做工一直在线。扩展物呢，采用优质的铝合金材质制造，耐用可靠的同时，能够提供更好的散热，在多接口长时间使用时啊，更加稳定。这款扩展物支持市面上所有带有双 USB-C 口的 MacBook Pro 或者 Air 系列笔记本电脑，包括2016年到2020年之间推出的老款英特尔 Mac， 不用担心兼容性的问题。众所周知啊，苹果的 SSD 呢是由纯金打造的，因此我的 MacBook Pro 啊只搭载了标配的 1TB 硬盘。对于我们这种常常需要剪辑 4K 视频、编辑高清照片的用户来说呢， 1TB 的硬盘啊肯定是不够的。我平时呢都会把素材储存在外置硬盘上直接剪辑，但因为之前的固态硬盘盒只能支持10Gbps 的传输速率，剪辑时就会时常出现卡顿，并且视频输出呢也需要花费许多时间，对于整个流程来说有着比较大的影响。于是呢，我最近就入手了这款 Satechi 新推出的 USB 4固态硬盘盒。这款硬盘盒拥有40Gbps 的传输速率，可以全速与 MacBook Pro 进行数据交换。我里面装的呢是一块 2TB 的微星 M461 NVMe 固态硬盘，在 Blackmagic DiskSpeed Test 测得的读写速度呢都在2600兆左右，而在 Amorphous DiskMark 下测试甚至可以达到3400兆的顺序读取速度，可以轻松应付 8K 甚至 12K 的视频编辑工作。这样的速度对于我的工作需求来说已经绰绰有余了。这款 Satechi 的 USB 4硬盘盒也采用了铝合金材质，坚固耐用，并且有着非常不错的散热能力。虽然没有内置风扇，但长时间使用时也不会有过热降速的问题。可拆卸式的透明保护壳不但可以对硬盘盒起到减震防摔的作用，而且在使用过后拿起时也能起到一定的隔热作用，避免直接接触到硬盘盒表面的高温区域。虽然 MacBook Pro 的键盘呢还是比较好用的，但长时间码字我还是更加偏向于使用机械键盘。我目前最常使用的就是这款 Newfie L75 矮轴机械键盘。这款键盘呢采用轻薄的设计，整体重量只有500多克，尺寸为315×123毫米，最薄处仅有16毫米，非常便于外出携带。我的这款呢选配了加达龙的矮茶轴，按压手感清脆，反应灵敏，搭配 PPT 键帽整体的使用感受非常舒服。唯独这个 PPT 键帽呢是不透光的，因此RGB 背光主要是看个样子，起不到照亮按键的作用。我选择这款键盘的最大原因就是可以完美的叠放在 MacBook Pro 内置键盘上使用，节省空间的同时也能够更加方便的使用触控板，以便在飞机上、咖啡厅等空间狭小的地方使用。L75 支持蓝牙 5.0、2.4G 无线模式以及有线模式连接。蓝牙模式呢支持同时连接3台设备，可以通过 Function 加123快速切换。另外呢，键盘后面还有一个 Windows、macOS 的功能键切换步块，方便在对应的系统下使用键盘快捷键。L75 内置了2500毫安时的电池，蓝牙模式下打开 RGB 后，我大概可以使用2到3天，续航呢还是基本足够的。前段时间Newfie 推出了 L75 2代，看官网好像做了不少改进，并且增加了全新的配色。如果大家对这款键盘有兴趣的话呢，我之后会再买一把，单独做个视频聊聊。接下来要聊的这款外设呢是罗技 G705 游戏鼠标。
鼠标三围 106×68×39 毫米，仅重85克，整体尺寸偏小，非常适合外出携带使用。虽然是一款女性向鼠标，但我使用了一段时间后感觉握持手感还是非常不错的。39毫米的高度能够给予手掌提供足够支撑，减少握持疲劳感的同时还能够提供更好的操控，因此长时间办公也不会觉得手腕不适。规格方面G705搭载了8200 dpi 的光学传感器，支持最高1000赫兹的回报率，支持蓝牙和 Lightspeed 2.4G 无线连接。无线接收器的收纳仓就位于掌托下方的磁吸盖板内，不用翻转也能够快速拿取使用。G705 后方还带有一条非常漂亮的柔光 RGB 灯带，支持罗技 LightSync 技术，可以通过 Logi G Hub 调节3个分区颜色，或者与其他的 LightSync 软件同步颜色。G705 内置电池可以达到最高40小时的续航，打开 RGB 的情况下，我一般能使用3到4天左右，还是挺不错的。不过有一点可惜就是这款鼠标只有白色，与我的桌面的配色呢有些许不搭，并且在我使用了大概半年以后，发现右键有一些擦不掉的脏污，对于手汗多的人来说呢，可能需要更加频繁的清理了。这么多的东西要带出门自然少不了一款能够全部收纳的背包了。我这里推荐的是伊利克的 Off-Togo 双肩摄影背包。虽然这是款摄影背包有许多专门为摄影而开发的功能，但我平时拿来用作出行背包其实也挺合适的。背包内置了笔记本收纳区，可以直接放入带有 Satechi 扩展物的14寸 MacBook Pro， 并且同时还能够塞入 Newfie L75。背包上部原本用于放置杂物和镜头的主仓区域，则可以轻松放下鼠标和硬盘盒，以及充电器充电宝、耳机、数据线等小物件。下方原本用于放置相机的内胆包，则可以用于收纳其他物件，或者直接将内胆包取出，将上下两气池打通，以便放置短期出差需要的换洗用品和衣物等，并且直接可以在背包侧面拿取，无需打开整个背包。正面左侧还有2个口袋，可以装下文件、笔记本等扁平物体，其中一个还带有挂钩，可以收纳钥匙或者固定拉链，以防被人轻易打开。背包另外还有几个隐藏收纳仓，可以拿来放钱包、证件等重要物品。正面右侧的三脚架收纳袋则可以用于收纳雨伞、话筒等长条状物品。背带的前面还有一个可拆卸的零钱包，放入车卡和零钱，出门搭车时就不用手忙脚乱找东西了。OK， 介于篇幅的关系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了。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请给我一个点赞和关注。谢谢观看，我是哈利，我们下次见。